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立委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远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支持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支持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在你关心美国跟伊朗战事之前，我相信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更关心的是对我们的棒球队。那当然，你说大家抱以非常浓厚的一些希望能够前进迈阿密。当然，棒球是圆的，好吧？那就算我们的实力再好或什么，当然今天第一场对澳洲的比赛，对，那出师不利0-3，那可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好吧？那如果接下来3场比赛，如果能够拿到3胜1败，或是最起码你说如果要是最后产生2胜2败的那大家混战之下的去比分的话，我们还是有机会，好吧？那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还是希望帮我们的球队热情的加油，因为你光看好了，今天现场我知道所有的来宾，大家本来都想要来聊一下棒球，因为所有的人都寄望在棒球。现场所有来宾，连球迷，连邱小玉，小玉你今天吃澳洲饼干哦？饼干啊，整包吃完啊，然后就你吃的不够啊。其实有点难过，心里蛮难过的。对，我相信啊，所有的球迷大家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看到所有的我们的球迷，等于把东京巨蛋、把台湾巨蛋搬到东京巨蛋去，所有人是这样，希望大家维持这样的热情。好了，不可讳言的讲，那杨明这样讲好了，人家澳洲第一个，澳洲球队不是弱队，人家里面也有大联盟的球员，人家小联盟的更多，甚或你说也有选秀状元啦这些。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澳洲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针对我们的球队，他们做足了情搜，对不对？确实哦，其实你看这一次他这个澳洲的总教练从这个开赛前他就说我们对台湾的这个选手非常的了解，摸透了，结果果然是3个左投，对他就会派左投那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打线左倾的状况是比较这个确实是左打者比较多，那棒球常常会说左投克左打，它不是一个绝对，但是通常是这样，没有，通常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大联盟比赛那种，还有那种你是左打上来，我一个人就换了一个左投，对啊。所以我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队形，那我们有没有去做所谓的有多余的空间？当然，我必须说，这次有一些比较不利的因素，比如说龙仔的赛前的退赛，李浩宇赛前的退赛等等，都让我们的打线受到一些这个打折。那加上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输球就算了。最不能接受的是陈杰宪触身手受伤，而且呢，甚至可能影响到他可能接下来赛季都没有办法比着，不能上场。那对我们中华队的这个战力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网友还去灌爆那个澳洲队投手的这个社群软体，你知道吗？跑去灌爆。可是我说大家也不用这样，因为比赛就是这样，在球场上就是会有这样的风险。但今天输球没有关系，就如同刚刚小五哥讲的明天晚上对日本，后天中午。这个大后天礼拜六、礼拜天2天的中午对这个捷克跟韩国，我们至少2胜2败都还有机会。就是说日本，当然你碰到山本由伸，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可能看的是山本由伸跟大谷翔平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我们的投手怎么对付大谷翔平是可能比较是看球，不见得是看输赢当然如果能赢，我们当然很开心，当然，但是这个门槛当然很高了，因为日本这确实是强队我们12强好不容易赢了1次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明天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继续，尤其我必须讲这次刚刚小五哥也讲了。去东京巨蛋，好几万个台湾人坐满东京，把它变成主场。真的，我觉得光是你知道，我们早上看转播那时候你听到那个加油声台湾熊用的那个欢呼声，甚至连国旗歌的歌声，都听得到。所以我觉得光是这样的这个球迷的感动，我觉得球员们，当然我觉得知道这经过了12强冠军球员你会发现，即便是我们的王牌投手徐若曦。他在场上的那种神情其实真的压力很大。当然，他赛后他也说，他今天的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给选手多一点的支持，不要去责备啦。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啦。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大家的期望，当然对选手压力当然大。那希望选手放松心情，好不好？那不管是怎么样，当然我们都希望那接下来能够拿到3胜1败，或是最起码刚刚讲2胜2败，我们都还有晋级的机会。OK， 大家不要放弃这一段。那其实强队就强队嘛，我们也是强队，好不好？你光看今天，就算在最后半局，你说林家正打了一个高飞球，那不管他最后是不是被接杀，可是当球一出去的那一刻，所有的那个欢呼的叫的那种感觉，因为好了，因为前几局也闷了好几局，对，你总是要让大家有个心情能抒发。那不会人的讲啦，对啊，对，那
东京巨蛋感觉上变成台湾巨蛋了嘛，对不对？变台北巨蛋，变成我们的巨蛋啊！所有这一切，对，明天碰到三北荣升，你光看最后这一次美国道奇队在最后拿到总冠军的几场比赛，是他确实是王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王牌，大家不管是看比赛看什么，因为所有的一些的变数其实都还在这个里头，所以明天其实到底谁胜谁负还是很可观的。好，我们先从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开始讲起了哈。今天比赛虽然结果不尽理想啊哈，但对某些人来说，也许是个希望。什么希望呢？哈，马上就开始问什么有没有明天台日不看的，可以把票丢出来。就是因为呢，今天到场的人呐，哈，都看到了一个现象。我们在外面哈，已经满满的都是台湾人啊，就很早大家都是上午这个11点的比赛嘛，那日本12点。这个早上那个8、9点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外面活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日本那个饭店早餐吃完没事干，就因为什么也没什么开嘛，啊，人家的平日，所以大家就陆陆续续到达东京球场附近，因为都是台湾人嘛，大家都在现场外面聊起来啊，所以有很多现场外面的画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应该是不太会有澳洲人啊，基本上都是台湾人。所以进场他们号称今天是4万多人呐，哈，那个票是卖了4万多。但是呢，哈，现场还是会有一些空位，显然就是当初有黄牛啊，就大量收票，然后在最后一个台湾人买不到机票，找不到住宿，所以就没有去把这些票销掉。好，那当然呢，台日战的这一场呢，当然日本人一定会来看，为什么？因为咖实在是咖位太高嘛，有三本有声，有大谷翔平，日本人也要抢。所以这一场的这个场外黄牛票，我要特别强调哈，日本它的某种机制上它是允许这个票券交易的，所以它的票价会被自然炒高到甚至到数万台币左右。那所以才会有我前面讲的那一出嘛，啊，会不会有台湾人看了这一场好像有点失望啊，愿意把票让给其他还抱持希望的台湾人啊？就是有很多的台湾人是怎么样？先买机票，先订了住宿，人去到现场，随时等机会，看现场外能不能挣到一些票，群主能不能弄到票。那就我了解了哈，这几天要特别强调，现在绝对是赴日旅游的淡季，因为才刚过春节，下一个大假期还没有开始。但是呢，他们说基本上整个东京附近周遭啊哈。跟棒球没有关系的地方也都是台湾人了，显然就是的确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国际赛会，真的还就像世界杯一样嘛，因为这个棒球的世界杯能够有在地观光的效果，像很多店家都直接表示哇，今天的全部都是台湾人就是已经进驻，要特别强调哈，票也许是一场是4万张。但是去到那边的台湾人可能有5、6万人以上全部都在这附近挤着。那当然了，明天的看点重点还是在于这个国家代表队能不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跟大谷翔平3本有声有一点互动互动性的意思就是能打的有来有往比较重要。因为说穿了，日本他是不是志在拿下呢？这一次 WBC 如果大家观看的是包括其他各分组，你都有看这个每个国家都势在必得，因为美国上次被大谷翔平拿走之后这个虽然不到痛定思痛，但这次真的是有备而来。这大家看到我们现在今天的国家代表队可能就是打击方面比较不太理想那可能有待加强。那其他的各国的代表队陆陆续续都已经在热身赛出赛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大联盟官方释出的这些各国代表队的精华比赛你会发现这一届的这种竞争强度显然跟之前几届比起来显然是有一整个层次的提升各国都势在必得，包括美国队他们在打热身赛的时候打大联盟的球队，也要15-1这样把人家彻底打烂所以世界各国都是以最高的标准来看待这场赛事，那我们就尽力而为。大家都去看这些世界最顶级的选手在竞技的时候，到底能有多少的发挥？当然了大家的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持续的保持关注。OK， 好了，就算明天是三本游生，也算是对我们的尊重了。三本游生先发，那你再先发，像譬如你说今天的徐若曦先发，他也只能先发4局，对，还是要保护投手。所以三本游生不管先发几局，后面还是会有一些的后援。那对我们来讲的话，那我们选手希望有适度的发挥。讲到经典赛，各位还记得上一届经典赛那个形容是那个剧情是漫画都画不出来，电影都拍不出来。最后一局，记得吗？是大谷翔平最后对神尊2个人队友对决，
最后一球3振结局。那个剧情出来，有人讲说，那真的是连漫画都画不出来，怎么会写出最后是那样一个结局？是好，美国是不是要复仇？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前进迈阿密，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而现在看起来，很简单，各位大家发表一下，就是那个反指标来。对，反指标你说一下。我今天努力的帮澳洲加油也没用。标准反正我只要看球啊，只要看球，我从头看到尾一定输，所以我都今天连看都不看啊，然後还帮澳洲加油，结果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发功哦。但是要讲的是说，其实这次为什么球迷这么热情？因为台湾今年非常不容易啊，我们是从资格赛一路打上去的。我们去年是第5名，根本连所谓的复赛都没办法进去嘛，而且就表示今年要从资格赛重新打起嘛。所以经过这3年啊，不断的从资格赛这样复活起来，所以球迷才会挤爆这个东京的这个巨蛋的球场嘛。表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球迷的热情比赢不赢球更重要。你这样的热情进去，整个凝聚了国力，即使输球，我觉得我们一路陪台湾队、中华队一路到东京球场，我是希望能够进到复赛了。我们这3场里面还是有可能赢的而且不一定澳洲还会打败日本啊、韩国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这个我再继续帮那个日本加油。而且不一定澳洲还会打败日本啊、韩国也不一定啊，对不对？这个我再继续帮那个日本加油。OK， 明天继续帮日本加油，反指标就可以了。其实刚刚大家讲到经典赛，其实前面第1场输真的不代表什么了。如果你现在记得上一届经典赛，各位你会很扼腕。那4场那比赛，我记得我们前几场我们的分组积分，我们还是排第1，结果打到最后一场打完以后。结果我们被淘汰，这什么状况啊？因为到最后大家比分的结果就会变成这样，好吧？它是个现实。那这次从资格赛打赛很不容易，可是后面还有很多的机会。明显从小打棒球的对，来，刚刚在讲抗压力，其实我大学打大专杯的时候，你知道遇到比赛会紧张我记得之前大专杯有一次对上逢甲，我们要攸关晋级，因为我都打第1棒嘛，我手中外野。上去我的脚抖到不行，你知道吗？连我压手来打赛，那是夏天夏天。阿hen刚刚讲了一个关键，第1棒手中外野。今天我们中华队第1棒也是手中外野费仔，哇，费仔帅了，我是脚短呐。不过你知道紧张的程度上去真的，我第一次会紧张成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不晓得完全就下来，教练在讲什么？来绑一球，绑你了，那个要打，完全听不到。然后就被人家3振下来了，结果那一场吞了3K。这样子哈，对，还来，我们换一个人讲。所以我说紧张看料，毕竟我是只有遗嘱，我打大专杯，职业的抗压力不一样。我觉得全台湾集气帮中华队加油。那至于说我自己是代赛组了，我上一届 WBC 我在台中看资格赛，我去看的都输，我没去的都赢，所以那2败记在我头上，所以你才留在台湾。对，我留在台湾，我留在台湾录新闻面对面，我不去东京我就代赛，所以留在台湾录影就好。我也是啊，我也是代赛组啊，所以我今天整个这个都不敢看啊，然后还一直吃那个澳洲饼干啊，但是我们还是爱台湾队，还是爱。明天吃好，加油！来这里，其实世壮运里面的比赛也有所谓的慢垒我本身也是台北市的软式棒球的理事长。那我们在今年世壮运里面，我们这一队还拿冠军呢，市政府的这一队代表还冠军，公埔队了俗称的公埔队。那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我只能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球是圆的，没有到最后一局都不知道。我曾经看过一个棒球比赛，我忘记是我们国内的职棒。那刚开始第1局、第2局就被打了13分，打到最后面15-13。所以任何的比赛，你们都不要太担心最后1局的变化。那在今天的比赛，我也只能说，我们台湾队真的表现得非常好，因为他们就澳洲队针对台湾的打击，都还特别派出3个左投手而且今天的裁判，当然我们就不知道说裁判的喜爱度在哪里，但他们所投的球，凭良心讲，在我们台湾队来打真的不好打。左打击那个左手左投其实都不好打。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现，凭良心讲，在整个来看，除了有一波乱流投球有乱流以外，其实投的都还不错。那只是在于说今天的投手对我们台湾的打击来讲，凭良心讲有做的一些功课。
那以前的整个一个比赛，以前的澳洲队从来不会派这么强的选手，他们通常可能会派2军或是2加的来。那这一次比赛看起来大家都很重视这一次比赛，所以这一次在比赛的所有的选手，凭良心讲不是等闲之辈。那当然。那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对我们台湾队还是要有信心。还是一句话，球是圆的，有可能明天大胜，后天大胜，大后天大胜。好 ，OK， 大家都希望这样一些结果。当然呢，秦州还记得在12强赛的时候，那时候拿了冠军回来以后，大家在检视所有的过程，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也去做了情搜啦什么。所以那时候还记得吗？各位，那时候在讲预算的时候，讲说包括那时候教育部很多的一些的预算，那时候还没有体育部，然后是不是有删掉了一些，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棒球？各位还记得吧？我们大家为了这个那时候也争执了非常非常久。那每个球队，我相信都会这样做。那重点就是希望所有的国内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一起给我们的球队支持，好吧？那希望在明天、后天、大后天都能够有好成绩。那接下来，好，那你说棒球是大家瞩目的一个重点，全球瞩目的重点，除了棒球以外，当然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对于美伊来讲的话，这场战争到底一路打，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昨天跟今天完全2个戏剧性的方式。昨天股市大跌1400点，今天股市那中间涨了大概1200多点，最后收盘大概是800多点。那为什么？因为中间有曾经传出来一个讯息，《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伊朗会不会有想要求和的一些情形？后来伊朗出来否认，你不知道。那战场跟私下的之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可是你眼睛可以看到的是，现在看起来双方还是剑拔弩张，各自各出奇招。但是当然，美国这个地方一直不断的宣扬很多一些的战果。川普当然他自己也讲了美军在这方面一些的表现，10分的话他打15分，可是大家最在乎的是各自释出来的一些画面，包括2战以后，美国第一次用潜舰打掉了伊朗一艘的军舰，让你看一下相关的画面。来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e war front, to put it mildly, I would say. Somebody said, on a scale of 10, where would you rate it? I said about a 15,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ell. We have the greatest military in the world by far. 来，我要说，那最新的到了第5天，所有的相关各自阵营的战报，尤其刚讲到美国是2战以后第一次潜舰干掉了一艘军舰。你如果看这个过程，尤其这 MK48它打出来的这枚鱼雷，跟我们传统大家觉得鱼雷嘛，就是打过去也要打到军舰爆，没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但就把这艘军舰活生生的给干掉了。好，我们一趴趴来看啊。刚刚我们是第一个画面看到的，川普非常自信满满啊，1到10分给几分？15分啊。美国人给分都非常随性啊，就是很多人问说怎么跟老婆去逛 Costco 那种大卖场，你给几分啊？1到10分他给0分，就是不管怎么样哈。川普现在充分展示的是他 hold 得住，为什么？外界有质疑声音，你这个战争会拖多久？对，感觉伊朗没有要倒，感觉他还在动。好，伊朗的确还在动，他能够做反击，所以啊，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就特别要出来表示，伊朗的攻击能量有在下降，24小时内他的飞弹发射次数下降23%。然后呢，无人机这种单向攻击的无人机，说我们一般俗称的自杀式的这一种下降73%，代表第一库存应该没有那么多了，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伊朗的库存都在消减。再来就是呢，他们的发射基地在台等等的可能也受到打击。美国现在的态度就是说，我要持续去 rush 你的上空，不断的去消耗你。当然，伊朗也想 rush 我的防线，让我能够花掉很多的爱国者，我的成本就比较高。但是美国想法说，你一射出来，我把你灭掉，到最后你想花我的成本的机会都没有。所以美国他的意思是说，要在1周内全面掌握制空权，任何东西在伊朗都飞不起来。只要飞起来我就打下来。这就是他们的目标了哈。那当然了，压制车底空中压制之后，你陆军没有推上去啊。一般而言，就我们比较受传统军事训练的，可能会觉得说，最终你步兵没有占领，你没办法实质瓦解人家国家。所以川普口头上来说，我们不排除陆军进去的方法，不排除啦。但是看起来他好像目前也不打算。
人人打算我剥夺你的制海，剥夺你的制空，你没有制海啊，那荷姆斯海峡大家可以过，你就威胁不了我，你没有制空，你的东西射不出来，那你最后无计可施，你必须跟我谈。那当然，川普现在的态度就是这个样子哈，反正就是你有谁当家，我就先灭了他。你这个当家，不管他是当家10分钟、2小时啊，反正只要头探出来，我就打地鼠把他打掉，逼到你新出来的人直接一出来就举手投降，说我要跟你谈。好，那怎么样打地鼠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前舰啊，在斯里兰卡外海，要注意是斯里兰卡外海。伊朗的舰艇。大的船，它往外逃撤了，它不要卡在自己的港里，也不要在荷姆兹海峡去维持它的制海，它直接逃到斯里兰卡的外海，那引到印度洋了呢。美军一样去追了，你要保存战力，是不是啊？这个在军事术语叫保存战力啊，就往外跑到公海，跑到一些可能友邦，搞不好那边有中共的港啊，斯里兰卡有吗？我让我躲进去，你只要在移动过程，你只要出现在我的攻击范围，我就把你打掉。好。那这一次的攻击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美军所提供的画面，是它就是船就是在它的这个前望镜前方，然后大家看到非常剧烈的爆炸发生在舰尾，然后就迅速的翘头就沉没了。好，那大家都说这个就是 MK48啦，我们在台湾也要买的这个重型鱼雷，它跟过去的鱼雷有什么不一样呢？过去大家看很多鱼雷哈，你就一般人对鱼雷的尝试，应该都建立在对2次大战的那些战争片嘛。一架飞机载人，然后飞过去，然后丢一个鱼枚，然后它会在水面上站过去，然后船会紧急左转右转，看能不能闪得过，不然就前舰发射了一样紧急左转右转。重型鱼雷是什么呢？它潜的比较低，它不会在海面上给你看到一条白浪，没有看到这一条让你白条看到，没有，它就深深的直接到哪里？到你船的下面，它不是直接猫上去的，不是像打大河说什么这侧面中了10几20发，不是，它到你船的下面直接引爆，因为它非常的大，它当量很大，引爆之后制造一个瞬间的真空。这个真空把水撑起来，所以船会先扬起。但是撑起来之后，因为它真空迅速往下一缩，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虽然这些现代舰艇都是非常坚固，但是呢，它的龙骨经不起真空的折磨，所以一旦这个真空被撑起来，它迅速一溃缩的时候，它的整个龙骨会被直接扯断。所以这就是重型鱼雷威力，它不是直接把你猫爆，它是用物理学原理直接把你撕断。伟航刚才讲的时候，我们旁边的画面所放的那一段的时候，就是现在看到的。伟航讲就是它整个过去，然后整个打了以后，后面整个被这样往上掀，对，它整个就先断了。所以它是直接运用一些物理学原理把你撑断了，你的壳再硬都没有用，因为它就像你为什么现在可以维持在水里，是因为有水去支撑你嘛。一旦底下没有，你就是两端是重的，中间是轻的，砰就断掉。好，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是2次大战以来再一次看到潜艇作战的哈。一旦底下没有，你就是两端是重的，中间是轻的，砰就断掉。好，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是2次大战以来再一次看到潜艇作战的哈，但是我要强调这是公开的集成。这个韩国的天安舰事件，我们一般怀疑也是北韩使用重型鱼雷，只是现在双方都在嘴炮，就不太能够确定。但天安舰也是一瞬间就突然断成2截，一般判断就是重型鱼雷。那除了海上之外呢，这个以色列还在续轰德黑兰F-35，它直接突入到伊朗的上空，所以它击落的是一架就是教练机、攻击机的混合的机型，就伊朗已经打到没有什么飞机了啦。所以以色列连这个都打，但这是 F-35第一次的实战的打喷射机的记录。那我要强调实际上伊朗也有尝试去进攻海湾国家，今天陆陆续续都有击落记录，但是可以发现伊朗的空军真的已经很少了，比如说击落都是1架或2架，它的编队当空军的编队就只有1架2架的时候，甚至它是攻击机完全没有护航机的时候，大概也是凸显真的已经打到穷途末路了啊。好，所以它大部分的目前的攻击都是透过无人机啦那无人机这就是最难处理的部分，用爱国者去打太贵。那你现在是包括像这边是用标风战机上去挡其实也都会有成本的问题，就是标风战机飞起来就是多少钱的，你无人机是用螺旋桨的。好，那当然我们要看伊朗它现在就是
有点想要去扩张战事的感觉。首先是这一边啊，首度波及北约啊，什么呢？他打塞浦路斯啊，这个在地中海上面的哈，有土耳其也有希腊人的，现在也是陷入分裂的一个国家啊。他去打塞浦路斯，还有一发射到土耳其，土耳其是有把它拦掉了啦哈。但是呢，土耳其是北约啊，而且土耳其在这场战争的一开始，他是站在伊朗这边讲话的，所以你跑去打土耳其是什么意思？当然土耳其不会去跟北约说他打我，请北约启动啊，这个，但应该是不至于啦。但显然伊朗还不愿意就地躺平，所以他们释出了一段影片。这一段影片呢，证实他们还有一定数量的这个自杀攻击无人机，但不确定是先前拍的还是现在这个最新的画面。但是呢，可以看到它底下的确是把它藏在地底之下啊，这是确实是还有机会保存的形式。那你会说这种自杀攻击无人机是到底作用是什么呢？它就大量的放出去嘛，一次可能是10几20架，它只要有一架突破，就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就像有美国的卫星公司啊去看。在卡达的普鲁爪，就是像我们乐山大佛的那个大型的这种长程的那种雷达监控的相位阵列雷达，它有一面的相位阵列雷达确实有被猫中，那当然它要修那个成本就很高。你会说啊，这个是不是就代表美国瞎掉了呢？当然，美国它拥有这个层层叠叠的，绝对不是只有这一个。但是现在伊朗的战术很清楚，就是我用便宜的东西去跟你换，那尽量替我争取到谈判的成本。然而这代表伊朗可能也是想要谈的他就是也没有什么到我灭不了你嘛，所以就逼你就说可不可以给我放条生路给我一些面子不要我一个头冒出来就把我打掉。据了解现在伊朗连开记者会的空间都没有，他们都跑到小学去开记者会了就是小学然后夹了一堆西方的记者不然马上就被打掉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双方都显得有一点点的窘迫。那川普有许诺礼拜4的。就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看是要迅速扩大解决战争，还是逼伊朗来谈？那我们就继续看美国在接下来24小时之内会有什么样的动作。那医生，伊朗非常清楚了，第一个就是四处打到全球受不了，大家要对川普施压嘛，没错。然后第二个是造成经济上面，包括通膨上各方面对全球的一些的影响，也是要向川普施压。所以第一个，伊朗你说成百上千的，不管导弹无人机这边四处飞，虽然被拦掉很多，可是好歹他就是说他还有那样的实力嘛。第二个，荷姆兹海峡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说他要拦截，然后包括一滴油不让出，川普就说他要用军舰来护航，所有这些现在就变成大家的重点。可能荷姆兹海峡未来就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了。没错先讲这个伊朗无差别攻击15个国家受到攻击518枚的导弹相当可怕。伊朗的导弹的存量预估在2000到2500枚，那仅存现在估计打掉518枚，大概还是剩下1000枚，因为有些源头打击，它的导弹的这个发射架可能就被打掉了，所以只剩下1000枚，大概可以发3到4周。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有底气一开始说我3到4周可能就会结束战争，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无人机，因为无人机伊朗就有数万台的无人机，而且每一台的造价就要2万到5万美金而已。他们那个系列Shet 系列这个无人机其实它的造价的成本非常低，而且它的月产能将近1万架。所以如果它的月产能不断的增加的话，变成是无人机的攻击会比导弹的攻击来得更为频繁因为相对来讲便宜嘛。但是所谓的美国当然也会有反制的措施第一个就是电子战嘛，让你的无人机没办法刀打你的目标嘛。另外就是这个所谓源头打击嘛，包含无人机的工厂可能都会受到美军的相关的轰击这15个国家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一次国家完全没有参战它竟然遭受最高的这个800次的这个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甚至超过以色列，所以蛮倒霉的另外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也遭到了攻击，而沙烏地阿拉伯我们都知道它是中东国家，等于是逊尼派的老大嘛，麦加就是圣地，整个回教国家的老大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所以会不会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也被轰
轰炸所以变成是整个中东的复仇者联盟反而会跟美军以色列站在一起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另外就是土耳其被轰炸嘛，土耳其当然刚才讲到说虽然只有1枚，但是土耳其是北约国家会不会因此而北约国家32国他们团结的集体自卫权、防卫权会产生这个东西变成是拉着整个欧洲国家都必须拉入这个战场，这也是我们未来要去观察的另外一个重点讲到这个无人机跟这个导弹的轰击，当然我们要看的是拦截率嘛。如果所有的导弹全部命中，那还得了？但是拦截率非常可怕的成功伊拉克的拦截率将近是97%，那另外以色列跟巴林的这个拦截率95%，也就是说你的500颗大概只有5颗命中目标而已，将近这个90%以上的这个拦截率有这个10%的可能落弹率而已，所以10%大概就是大概30-50颗击中目标而已，所以这个拦截率代表整个美军他们的这个防卫系统、飞弹的防卫系统也好，或者是它的拦截系统也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军购要买大量的美制的相关的拦截跟防卫系统，来建构台湾之盾的重要原因嘛。另外，我们来看到经济上面的这个荷姆斯海峡，伊朗另外对于美国的最大的一个经济上面的封锁，就是封锁这个荷姆斯海峡嘛。而荷姆斯海峡，我要讲的是说，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因为有一架有一个游轮叫 Polo 号的游轮竟然关掉了它的辨识系统从这个你看这个路径就知道了这个路径它经过这个荷姆斯海峡的时候，突然它的辨识系统不见了，就偷偷摸摸的跑到巴林去了。所以有杀头的生意还是有人做的，即使这个游轮它又透过它关掉它的辨识系统，让伊朗没有办法辨别它是哪一个国家的游轮，而不敢任意的攻击，所以它关掉辨识系统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偷偷摸摸方式，也是这样成功的躲过了这个伊朗的这个相关的对游轮的封锁跟攻击嘛。所以它的封锁到底有没有效这个大家打一个大问号。另外，当然也有所谓的替代的路线。埃及就提出一个替代路线，就是说你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不一定要经过这个波斯湾不一定要经过荷姆斯海峡你可以经过红海所以他们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一个输油的管道，你们透过这个输油管道运到红海这边来，我就可以自由的输到其他国家去嘛。另外就是邮轮要保险嘛，现在没有国家敢保险，我们那个川普就很厉害了，这个钱我也要赚这个保险费你们不敢保险，我国家来保险美国国家发展金融组织直接跟你收保险费，这不是保险费吧？这保护费，因为真的叫保护费。他说你们来找我们这家公司保险我可以给你合理的价格之外，我美军还保护你所以全世界的大概所有邮轮都会跟这个国家跟这个组织这个金融机构来做这个相关的保险动作。但是这个对于稳定油价来讲，因为现在所有的邮轮不只是不敢经过这个荷姆斯海峡，最重要原因是没有公司敢保险嘛。发生事情这么大的赔偿金谁要赔？但是有金融公司愿意提供保险，而这个保险还带有武力的，还连保镖都有了，不止保险而已，保镖都有了的时候，大家对于荷姆斯海峡的进出来讲就会非常的安心嘛。这个安心的状况下，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讲，尤其是美国的通膨来讲，就会有抑制的效果。所以这2天为什么股价就是开始反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整个荷姆斯海峡的封锁，受害最大的国家反而不是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甚至或台湾嘛而是谁？而是你伊朗。伊朗你的输出的石油反而是被美军所控制。另外，伊朗最大宗的所谓的买油国就是中国，因为少了伊朗这个油的输出的时候，难怪这几天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军机都不敢上来，大家都觉得说是不是你要省点油来花？OK， 川普那个真的应该比较像保护费啦，不像保险。那因为川普是完全颠覆了，从那时候贸易战开始，现在连保险都颠覆。各位知道。你知道像这种大型的一些的保险，不管飞机啦、船那些，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任何一个出了什么状况，一家保险公司破产，谁赔得起？一定破产。所以在伦敦有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叫再保公司，
就是所有的像这种的时候，所有保险公司赔，保完以后是由伦敦那个再保公司把这个全部摊到所有的公司去。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什么状况，不是这一家保险公司要付，是透过再保公司几乎大家摊掉所有的风险，要不然的话，随便出一个什么事，一家保险公司就挂掉了。所以是利用这样一些方式，但现在已经出现是伦敦的再保公司都不保了。就当再保公司都不保，你就真的麻烦了。就是大家真的那万一出什么事，那怎么办？好，所以就出现了川普保护公司，好吧？要不然的话，随便出一个什么事，一家保险公司就挂掉了。所以是利用这样一些方式，但现在已经出现是伦敦的再保公司都不保了。就当再保公司都不保，你就真的麻烦了。就是大家真的那万一出什么事，那怎么办？好，所以就出现了川普保护公司，好吧？也只能这样命名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它。保镖啊，对他这个就以前的那个护标嘛，对，以前就是走标的那个方式，现在就变成这样。好，可是这个方式到底能用多久？当把伊朗的海军打掉17艘军舰以后，就是在告诉波斯湾说，我要让你们畅行无阻。显然，伊朗并没有就范，所以呢，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可以骚扰的方式？那接下来呢，波斯湾霍姆斯海峡真的能够畅行无阻吗？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来，杨明，第一个，刚才我好像讲是谁冒出头就跟打地鼠一样打掉。第一波端掉了48个，包括不敢精神领袖啊、高级将领，后面好几个说出来接的，不是10分钟就是1天，然后接下来打掉。那对伊朗来讲，那怎么办呢？他们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能耐去接这些？好，显然大家就讲，第一个是不是有内鬼？所以这2天出现2个新闻，一个他们的圣城防卫队的一个指挥官，是不是被视为是内鬼？是不是还甚或已经被绞刑了？这个新闻还没有确定。另外一个是前情报首长，是不是也是内鬼？那再换一个角度来讲，还记不记得川普他们要发动这次战争以前？就直接出来说，是你先派人暗杀我的，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现在情报战、电子战跟甚或暗杀战，在未来还会一直往下走。对，其实这一次大概就是一个情报战的一个极致的发挥哦。那尤其刚刚您提到这个，他们有一位叫卡尼，他是伊朗的一个前情报官员，他这次是这个所谓的指挥官哦。那他就很巧哦，每一次的空袭前20分钟前一段时间，他就会我身体不舒服，我去上个厕所或者跑到哪边去看病什么的，没事躲过了，结果他就被怀疑了嘛。奇怪，怎么大家都挂了，结果你还活着？传出他已经被用内鬼来查，而且呢已经把他给处决了，有这样的传言，但还没证实，对，没有证实，但是呢，以色列方面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他说呢，这个以色列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掌控了德黑兰主要的这个监控的交通啊、指挥啊、你的监视系统，全部整个系统都被我们掌握了，所以呢，你们谁在哪边谁在哪边，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好。那讲到这个部分其实以色列某种程度，他这次有很多的，当然有那个神鬼牙医的啦，什么帮你们的首领做牙的做假牙的时候，把这个发报器放进去。我说哇靠，那以后这个当牙医的这个可能还要做这个特工的训练，你知道吗？那当然，大家就对那个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摩萨德，这一次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机构。以色列的情报就像我们台湾有这个调查局、有军情局、有这个国安局，有不同的这个机构。那个以色列也类似他们有这种，比如说像摩萨德它其实叫做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很了不起这个名称那他们还有一个叫国内安全局他们的这个名称叫辛贝特还有一个叫阿曼它是军情局所以它也是一样有3大的情报系统。那摩萨德当然它成立于1949年12月，它其实是第1任的以色列总理，他就成立，他就是以处理所谓的海外行动为主。所以呢，它不是针对境内，它是往外去布建那它以大胆、精准，然后呢无情这几个原则来闻名的。那过去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2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有一个纳粹的军官叫艾希曼。这是后来有拍过很多的影视作品，都是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它的整个名称叫艾希曼行动。那2018年 Netflix 有一部叫《最终行动》，就是讲这个故事。那它是在2次大战之后，他就是所谓屠杀犹太人的这个德国军官、纳粹军官。那他在2次大战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被盟军逮捕，可是呢他逃脱了。后来他就逃到这个南美洲阿根廷的那个首都那他就还隐姓埋名然后呢就是还在这个汽车工厂就是在那边低调的生活。结果呢
他的儿子，当然他在那边他说他是他的舅舅，就是他连身份都要隐匿，他的儿子其实是儿子，但是他要说他是他，就是说他的儿子不是他的儿子，就对。好，他的他的亲生儿子去跟一个犹太的这个女孩交往，在交往的过程里面，女孩的爸爸发现这个男生仇视犹太人，所以呢，然后又去讲说，哎，这个男生又讲说，他好像是这个什么讲这个艾希曼已经过世了，那他的这个女孩的爸爸就觉得奇怪，你怎么那么熟？所以他就透过管道通报给以色列，他认为有鬼，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去通报给以色列的摩萨德的系统，告诉他们说怀疑这个是跟艾希曼有关系的。于是呢，摩萨德出动了。好，到这个南美洲，因为他们还不确定嘛，所以要去跟踪、要去跟监、要去确认。好，那当然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角力啊、沟通的。那总之最后是用绑架的方式，要把这个艾希曼终于把他然后就把他注射镇静剂，让他没有办法动弹。然后呢，要把他运回以色列。然后运回以色列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航空公司一般航空公司不可能给你载运结果呢是以色列航空配合这次行动，为什么？他们刚好以色列的总统要去访问这个阿根廷，然后呢用总统专机，然后把这个艾希曼他被逮捕之后，他是生病的机组人员的这个模式，把他送上飞机。押回以色列受审，所以后来最后他在耶路撒冷公开受审，是2次大战以后第一次被这个以色列审判的这个纳粹的军官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例你就知道，连跑到天涯海角都要把他追回来，这样的一个行事风格，摩萨德啊这一次对伊朗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对手我只能说，像当然近年最有名的。就是真主党那个 BB 扣爆炸传出就是摩萨德部的局了所以像摩萨德这样的一个情报组织，在这一次的轰炸，其实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波的行动过后，他都说我们是跟以色列密切合作所以呢达成了这些目标。但是最近美国好像有一些这个稍微有一些微调啦，因为他们的这个战争部的次长柯伯吉他就说没有那个手里那个部分是以色列啦。对，那个精神你说不是他们，对，那个最高领袖那些是以色列弄的，对，我们处理的是什么呢？这个美国战争部说我们处理的是这个，大家还记得的话，这个画面，这个川普被暗杀的那一次枪杀，大家还记得这个经典的画面，宾州还包括2024年7月也有一个巴基斯坦籍的想要去暗杀川普的，他们说这个我们当时美国的情报系统就掌握这些的幕后首脑。都是伊朗的可是呢，他们说这是美国战争部说我们已经把他干掉了，可是谁没有讲，他没有公布这个首脑的身份，但是他说我们已经在这次行动把它处理掉。那总之呢，就说美国是把这一次他们的军事行动定义为是要帮川普出气因为如果今天川普不动的话，他说强调即便他知道以色列要动，但是呢，如果川普这次美军没有动的话。伊朗的这些所谓的暗杀行动还会持续。OK， 那好，这一个是叫师出有名，但小玉，另外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美国要掌握了空优、掌握海优、掌握了所有这些，可是一直在考虑。刚才我刚说，不排除要派地面部队，因为地面部队如果一出去，第一个伤亡一定会增加，对。第二个时间一定会拖，是一拖的话，大家就怕是另外一个伊拉克，然后会陷入另外一个泥道。那所以某种程度，美国就干脆那用别人的手好了。那伊朗反正他虽然有一些小弟多，他的敌人更多，是库德族。是，所以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有策动库德族，好，那直接进逼伊朗。现在媒体上报道，包括以色列，好，刚刚讲摩萨德这些，是不是也跟特种部队往里面进？所以美国是尽量的不动，就尽量不要自己出动地面的部队。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一次对于伊朗，美国对伊朗做的所有事情，对伊朗的那些被视为他们最坚实的盟友，金小胖，对，北韩，中国大陆，然后包括希腊这些，看在眼里会是怎么样的感觉？
好像最近比较静悄悄。那我们先来讲代理人战争啦，就是说刚刚有讲，就是说美国还是希望这个他自己本身的伤亡就用到最小，所以他现在要找一个代理人。那现在传出库德族，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有报道说，川普有跟库德族的领袖通了电话，说要尽量要武装他们，一直运武器给这个库德族，希望说他们可以这个在伊朗境内造成扰动了哈。那我帮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库德族其实是中东最大的无国民族，他们没有国家啦哈。那他们的人数非常的多，大概是估算在2500万到3000万比台湾的这个人口都还要多。那他们长期呢都分布在土耳其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这个边界，你可以看这个土黄色的这一块就是库德族他们长期所在的一个地方，分布在中东的这个各国。那事实上比较可惜的是说，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本来世界各国有说要让这个库德族让他们可以独立建国，可是当时因为一个洛桑条约就打坏了他们所有的计划，所以他就是说，他进而造成这个伊朗的情势更大乱。大乱的话，那你是不是有一些民众反抗军，或者是说反对伊朗政权的这些民众就可以趁势而起？所以他们就是要鼓动，就说这些反伊朗政府的民众，你们赶快起来起义吧，推翻这个伊朗的政府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造成这样的局面那但是比较不怕死的呢，刚刚大家讲到金正恩今天最新的消息还讲说伊朗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飞弹给你们。今天最新的消息还讲说伊朗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飞弹给你们，他提供飞弹，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天啊，金小胖你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你怎么还敢在这个时间上面，你说要这个提供伊朗武器，连中国都不敢，中国都还静悄悄的那金正恩就先讲，那当然就是说有些专家认为说，美国可能就是不会对金正恩对北韩动武了，因为最主要是说以地缘关系来讲北韩就跟中国直接连接嘛，那你如果说中国要直接出手援救北韩，地缘的关系它其实非常的近。就不用像伊朗你还要这个翻山越岭跨过就跨很长嘛所以等于说如果中国要出手救北韩，其实是相对比较容易。那最主要因为你北韩跟南韩还直接的连在一起那如果说你要打北韩的话，那势必南韩也要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还有包括日本都要付出很大的死伤。所以就是说专家都有讲，就是说之前美国也不是没有考虑打北韩包括1994年克林顿也曾经就是起心动念要把这个北韩的政权给他扣起来，可是后来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但是看起来就是说金正恩为什么这么有底气敢去喊话？那大家认为说，其实他最大的底气其实还是在他的核武。所以你看，你有核武的话，而且他是真的有这个核子武器，他是有核弹的，对，他是有核弹的，所以他就说现在就是你看伊朗虽然是不放弃核武，不放弃核铀啦，所以让这个川普师出有名嘛。那你金正恩现在看了是不是要更拥抱核武那最后讲到普丁也蛮特别，当然一开始他也有出来谴责嘛，就说你这个川普是违反国际法，就开始就有骂。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普丁这边他转向了，他现在就是说他威胁欧洲各国，他说我现在我要这个把你的天然气我要把你减少供应我就要断绝欧洲的天然气。那看似可是我觉得普丁大概也是话讲一半，他也不太敢真正去触怒川普，他讲说我这个没有别的考量，我这个纯粹是商业考量，我就是现在暂时不提供欧洲，我现在就待价而沽就是如果大家要来买天然气的话，你要出比较代价、比较钱比较多来跟我买。所以看似他，但是他也有解释说，我这个没有别的意思我这个是纯粹商业考量。可是你现在用另外一种方面来找这个欧洲各国，甚至找这个川普的麻烦的话，我认为就是说，川普你不要忘记，川普之前不是一直在算账嘛？等他情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开始找算英国的账，算西班牙的账。那他现在还没有算到普丁跟金正恩的账，但是我觉得这个等于说他真的掌握情势之后，会慢慢再来算账，因为毕竟川普还是蛮记恨的。OK， 但明显，第一个战争就是这样，战争打的除了是大家谁拳头大，打的就是谁后勤资源强。那包括大家说美国现在已经打了，不要讲伊朗了，美国的飞弹啦，美国的所有这些到底打还有多少？所以有人讲说，第一个。包括驻韩的不管爱国者啦、萨德这些，要不要往那个地方运？第二个，有人就会直接想到，如果要当全球是这个样的时候，那接下来当然每一次的战争
感觉上就是武器实验场嘛，什么武器好不好用，然后真的什么什么。所以这次包括我们的军购，大家就讲说我们要买的一些武器，像刚才譬如说伟航讲那 MK48那个重型的鱼雷，我们也要买 ，OK。所以我们的军购也在这个时候刚好搭上了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就特别更在乎这一段，而这一段那就会讲到国民党，国民党现在今天确定的那个党中央的版本是3800亿加 N，3800加 N 加 N 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就会变成大家好，一个就是当全球都会变成这样，大家都在抢。等于是卖方市场在抢武器的这个时候，这些军购怎么办？我先讲哦，就说现在当然是你中东战事，当大家希望，所以越短越好，因为它改变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关系嘛。你不论说它的盟友或其他的，你包括欧洲友邦，你包括德国啦，包括英国、西班牙，其实他们立场也希望可以透过外交解决。西班牙这次跟川普。好像也是杠上了。他原先西班牙，包括美国，希望那个西班牙可以接他南部的基地啊，还有包括英国可以美国也希望英国可以借塞浦路斯相关的基地，可以让他攻击伊朗可以比较快啊。可是他们不愿意啊。你看英国后来说抵了一下，他还丢一下，最后还是借了。借了之后，你知道英国借还要讲一个理由，是因为塞浦路斯的基地被打。所以他愿意要，是啊，所以类似的情况，包括英国、美国，还有包括甚至德国，过去是跟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的。你过去包括之前的沙漠风暴的时候，包括联合国决议，他们是一起出兵的。那现在为什么要保持一下距离？希望可以一个尽速一个解决嘛，因为大家会受到冲击啊。还有包括你看日本首相那个早苗也说，他在国会答询的时候也希望透过外交途径尽速解决啊。他并不是说哦，那跟怕川普一定赢可以的，老大说了算，把伊朗打趴了。因为这个局势不是说谁获益谁倒霉谁可以得利，不是说川普获益就好，局势延续下去了，对台湾也不见得有利啊。我们的1/3的汽油是从沙烏地来的，我们1/3的油气是从卡特来的，卡达来的。如果你那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话，我们一样受到倒霉啊，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该怎么去处理是这样。我是在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刚大家在讲历史上2次大战的时候，你看英国被德国那个就说炮击封锁，你看它的海峡、它的北海的时候。德国的前提是它的孤狼策略，只要说包括各国，包括跟英国商贸的时候，贸易船过去的时候，那前点就跟你不分敌我都打，打到后来要派舰队去护航嘛。2次大战的时候一样，前几年包括2010年，大概2020，包括最近还有那时候那个索马利亚海盗的时候，各国一样啊，包括油田那个油轮要过的时候，油轮啊运油的那个油轮要经过的时候，大家要派军舰护航甚至包括不是只有巡航舰而已，大批的军舰要护航。台湾那时候有人过来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买保险而已，真的要军队护航。那这次的情况是这样子啊。如果刚刚武哥提到嘛，南海在担心啊，如果萨德真的被他掰，如果战事扩大到4到5周，萨德一过去的时候，那你南韩怎么面对北韩啊？一样啊，他战力会真空啊，所以大家不期待，真的不希望这个战事可以拖延那么久了。台湾你不确定因素，那明天的那个股市会怎么办？所以是这样子啦，就说军购上，我们今天呢党团大会有做成一个决议啦，就说对于美方的军购有发价书的，我们就支持，所以采取原先党中央提出来是3500亿加 N， 所谓的加 N 是说未来有可能第2批嘛，譬如说《纽约时报》报道说，接下来川普原先提出来130亿美金，这一部分可是又暂延还是怎样，不管再怎么样，只要美方提出来，因为美国毕竟。不要让川普不开心嘛！第二个，美方提出了有发价书，有明确的它是我们几乎主要甚至唯一的对台湾军售的国家，只要他提出来有发价书，我们同意。所以第2波接下来有可能130亿美金，他只要提出来的，我们就列一个特别条例就同意都支持。而且今天。刚有人啊，我知道建议等下讲了，说你们是缓兵之计啦，你们是护卫而已啦，然后就可能放在我们会不审查，没啦，我觉得不要用那一种，就说我们会有把里面说尽速完成审查，那明确的文字会写进去，所以不会说我们缓兵之计说护卫假动作然后送到委员会还冰很久，没啦，就会立即赶快尽速执行。第1波过了，包括为什么会有3500？因为后来到3800说我要超过这个数嘛。不要说你告诉美方提出来我们钱不够，所以川普提出来的第一波，后来第2波、第3波、第4波，那我就加 N 嘛。
好啊，买我们防卫需求。那至于说民党有加进去的那一些，比如说商购要买无人机或其他，那个可以列到包括年度预算啦，所以这个并不影响到了。所以最关键是这样子啦，也不是说有老美压力什么啊，现在川普光要想多少嘛，不要让川普不开心嘛，所以军购立即复委，那甚至明天复委之后有没有可能说啊到委员会去审查或进步二读，这都不排除啦，就是说要尽速审查，把它完，至少第一波有发价书了，未来第二波、第三波有发价书了，我们都采取这个态度。来，这第一个，刚才讲到说，其实包括3800亿加 N， 那国民党的看起来是党中央版本是这个样子，你们会怎么样解读这一块？第二个，刚刚讲不会只是复委啦，不是只是缓兵之计啦，会真的认真，只要老美发价出来。那来几次就给几批，那就是这样。所以第一次3800亿嘛，因为前面那第一批是110亿美金左右嘛，那就是这样子，用这样一些方式。那看到现在美伊战争，大家对武器抢成这个样子，你们会怎么看？第三个，其实大家会看到这场战争各自从不同角度解读，我们就讲说包括金小胖啊这些，会不会看到老美对于伊朗第一波就已经直接斩首这么多，那他们会不会怕？但是。这两天，然后当然有人在开，包括研讨会啦，或者什么这些，有几位退将直接在里面讲说啊，对啊，对，是不是？你从这个看，那赖清德也不过只有40%的支持度啊，所以呢，显然就没有得到大多数的我们台湾同胞所有的支持啊，所以如果要斩首，甚或那个原文是斩首台湾总统，是很容易的啊。这些词出来，你们会怎么解读？其实你说3500亿加 N， 包含这些退将在记者会上面讲的，我只能说这些退将。我们到现在还在缴纳税钱，再让你领退休金。你现在不要说你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好像每次我们买这些军购，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你们当过高阶军官、高阶将官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那在这一次的一个伊朗的一个被美以伊的这个战争当中，难道这些武器不是真的需要吗？明贤刚才谢谢你点名我最近在初选，我知道你点名我了哈。其实应该讲一件事情，3500亿加 N， 或者是说你们党团里面最后面发生，今天听说结论还是3800亿，就是不愿意顺从3500亿党中央的加 N 的决议，甚至于之前有很多人都认为应该要到9000亿。其实某部分我应该是讲了，不管你现在是以拖再变，还是说真的假借复委的未来在我们的年度预算再来卡，这都有可能的技术性的背锅。但我只能说，现阶段发价的3500，这个没有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共识。只是感觉起来，国民党现在没有台阶下。你们国民党内部的版本到现在还没有公告，包含这2天的新闻，还有人说王宏伟跳出来讲说，你党中央打通电话有这么难吗？也就是他们党内是国民党党内几乎完全没有共识。但是他们心目中知道这些东西是需要做的，才导致于有媒体爆出来什么上中下的3种政策。所以我还是认为，明显讲一句话，3500亿加 N， 这个加 N 的目的，其实你们也是不反对军购，但这个不反对军购，大家也知道，第一批是100亿美金，第二批差不多是200亿美金左右。那加一加，说真的，你干脆直接复委去讨论1.25兆里面，如果你们认为国防产业自主建制不对称的战力需求是不需要的，那你很简单，你扣掉剩9000亿嘛，3000亿本来就是我们要自主这个所谓的建制嘛。那如果再这样的话，你干脆1.25兆这个部分里面你要删掉什么？透明公开讲清楚就好，不要在这边玩游戏，甚至于这样以拖代变的这个技巧，大家都看得清楚，这样对台湾真的不见得加分。小玉可不可以帮大家让大家知道一下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内幕？那个有没有什么峰回路转的一些情节？因为中间听过太多版本了，不是吗？对、啊。然后而且大家就一直不懂啊。连赵少康不是那天跟赖志宝他们他直接说不像话的意思，就是说奇怪了，那个党团跟智库之间，智库怎么可能取代党团？而且党团有很多啊，包括小新不是有提什么要8000亿的版本，然后卢秀燕市长不是去美国访问以前，不是跟国民党一些委员那是说9000亿，然后朱一伦不是林涛他们也说了个9000亿，但是到最后还是党中央的3500亿为主，因为要不然不会是3800加一个 N 啊，那中间有什么样一些转折吗？
坦白讲哦，就党团自主这4个字哈，以后这个大概国民党中央就不见了，就在国民党中央强势主导下不见了。好，那我觉得今天很有趣哦，就是说党中央不是早上9点钟，好，在党团大会10点之前抢先开记者会嘛，好，但是呢还有一个人起更早，就是林涛还是没放弃，林涛8点钟哦就起来开直播，还是想要力挽狂澜，就是他就一直在这个卖他的这个9000亿哈，但是没有用了哈。那你说党中央是先定调3500亿加 N， 结果党团就我了解了，完全没投票啦，就直接弃守。然后后来就出现一个3800亿加 N。你知道，截至我们现在在录影的时候哦，记者全部都一直在问国民党团说，那你多这个300亿啊，你这300亿是怎么来？大家都一直问，就问到后来真的有人生气，因为党团一直都不回应嘛。党团就说，我们电视台我们都要截稿了。他说你这个不回应是什么意思？就看起来党团还是没有办法给外界一个说法。那好啦，还是党团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是。我觉得很好笑，我唯一能想的是说，你一说有没有党团自主，我有，党中央说3500，好，我就3800，我这样我有党团自主哦，对啊，他还是要凸显我有跟你不一样，我有多这300亿哦，但是大家都觉得这太好笑了哈。那就我了解是说，昨天呐还有这个，好啦，我就直接讲了，就林佩祥还有去党中央，他可能想要力挽狂澜，还是有代表这些中生代的立委去表达说，是不是还有一些转圜的空间，比如说8100到9000之间嘛，对。那就我了解是说，他吃了闭门羹，就吃了软钉子啦，就党中央还是很强硬跟他讲说，就是9000亿，而且甚至就是说在礼拜2的时候，党中央有叫傅昆萁去跟党团沟通，可是我觉得比较妙的是说，傅昆萁的那一场跟党团沟通的这个会啊，竟然没有找徐宇珍，也没有找林佩祥，他的两大左右手他没有找，这个是蛮怪的啦哈。那我们这几天也讲过嘛，就是你的那个版本到底是怎么来的？但就这个党中央的那个3500说是智库啦，可是大家也知道那个智库其实他就是 CK 杨嘛，就 CK 杨，可是 CK 杨你是什么专业的军官啊？这你是什么专业的军人？那而且那个郑丽文在协询的过程当中，就在协商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找过陈永康。就我们大家知道陈永康是当过我们的海军上将嘛，然后也是国防这个部的副部长，然后也当过这个国防大学校长，这么专业的人，你从来都没有找过他。我觉得郑丽文我搞不懂他把国防外交委员会每一个国民党的立委都找来哦，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啦，每个都找来协询哦，问一下。可是你就就跳过陈永康，我觉得就非常奇怪，所以陈永康非常非常难得去接受这个媒体的专访，因为陈永康一直都不喜欢媒体，他觉得说媒体就是短短的访问断章取义，可是他这次很难得去接受那个怪兽哥的专访，他就表达其实他也是支持1.25兆的立场嘛，好。他觉得说媒体就是短短的访问断章取义，可是他这次很难得去接受那个怪兽哥的专访，他就表达其实他也是支持1.25兆的立场嘛。好，那最后我要讲啦，就是说，大家觉得很奇怪嘛？要今天这个就是看起来就国民党团这边就弃守了哈。那我有去问一下啦，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党中央踩得很硬，他们不想吵架。可是你知道，就此同时啊，韩国瑜跟卢秀燕在今天中午啊也宴请了某些的国民党立委，好，在国民党立委，那我有问啊，他们就是在里面大概也有一些人就是有点吐苦水，可是也因为里面有吴宗宪跟牛许婷，好，因为那个宴请里面今天有卢秀燕有韩国瑜，那还有一些其他立委，因为里面有牛许婷跟吴宗宪，所以你说真的要去大骂党中央，大概他们也没有。吴宗宪现在是文传会主委，然后牛许婷是发言人嘛，而且他们两个今天早上都有代表党中央出来开会嘛，所以你在那个会里面你说要怎么样去骂党中央，大概他们也不太。可是就是你知道后来卢秀燕跟这个韩国瑜后来就也是有点他说算了，那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军购这边很硬啦他们两个就直接讲大白话，现在就叫国民党赶快把战场移转到产业民生，就说我们不要在现在军购这个战场里面了，然后就说赶快就是要把转移焦点，比如说我们要去未来的焦点要摆在关税摆在产业这个民生这上面，就说那军购就没办法。可是我听到有几个国民党立委，他们就讲说算了，就反正这个党中央也拉不住，就让老美去教训国民党好了。就甚至还有一些国民党的这个蓝委，他们就有。就是也无奈啦，就讲说那现在只能交由老美自己出手去教训国民党。可是你说你要转到产业民生，可是这也很好笑啊，因为最近不是两个人，一个是
工总的那个潘俊荣，昨天连工商协进会的吴东亮，还拿起抢起麦克风，就是也在大骂，就骂国民党啊，就说你国民党不要再挡中央政府总预算，赶快去审那个台美贸易协定。你转到产业民生，其实现在国民党也在挨骂，也没有什么好处啊。包括工总啊，包括工商协进会2大巨头都出来把矛头对准国民党，所以我在讲对专心来听啊。对啊，所以啊，他只讲给你一个人听的，没有啦，你要对观众看着你，你都不理不是他。啊，我就是你们国民党劝不听，所以我觉得等于说现在对国民党立委就做一个结论啊，他们认为说这个军购就已经没救了，反正就这样，所以放弃这个战场也不是这样子啦。我听到是说他们就放弃这个，他讲的跟我知道的有点落差。国民党内部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几个，所以。洪伟讲的那个确实一个现象，比如说党中央跟智库，还有跟立院党团不同的一个想法，包括卢秀燕跟韩国瑜院长有他的一个想法吧。可是你不能说啊，这是什么党团自主没了，立法院过了还是也要党。过去国民党立委有做党团做成决议的也是有啊，马英九那么强势，在当总统的时候，立法院在行使人事同意权的时候跑票也有过啊，所以。决策权还是在党团，说这个案子，你知道，国民党团2月的时候也有开过记者会讲过，就说支持国防自主军购，提高军购的，要采军购超过60%。可是对于说行政院版的1.25兆，就说你空白授权，除了美方那个其他的是有空白授权的部分，反对的多了，就变成一半，45支持。45反对，44支持，就是变成很两极了。所以多数国人，包括连国民党做的民调，多数国人是支持要国防、要自我防卫、要买的。可是要一下子给那么多是有反对的。所以这个是这样，你包括智库做出来，并不是说啊只有3500或3800，后面关键是在于加 N 呐，加 N 那一些。所以不是说像那个有一些。不是就数字上的，而是有发价书，关键这要讲清楚，而且也要回避一个空白授权啊。N 是0啊，不要骗啊！为什么 N 是0？立法院不能做出追加预算决议，这至少这个条例里面就是0，你就是3800亿，不要骗了。跟后面再加一个条例。后面如果要追加，他们说美方有发价书，那就是另外一个条例了。再挡10次，再3个月。这个是国民党现在的说法嘛？那个 N 啊，是主张给他们党团内部主张8000亿、8100亿、9000亿的人一个下台阶啦。说有，你们去跟基层讲，说有，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就另外一个版本嘛。重点是另外一个版本时间等不等人？我说这个版本就已经挡10次了，那下一个版本会不会挡20次？继续挡啊！3800亿就是现在国民党这个版本的立场。不要再骗了，另外一个版本另外再说。另外我要讲的是说，这个叫卖方市场啊，就好像明天如果真的有球迷不爽，今天输澳洲，释出10张日本的球票，有上千人去排队，好不容易排到你了，说啊我要回家问一下我立法院要不要给我钱，要不要给我条例过？人家谁理你啊？我卖给下一个嘛。这个就是美方根本国民党对于所谓的加 N 的这个 N 的部分完全不懂美方所谓对于军事武器采购的相关的程序嘛，他们有多麻烦啊！你们意向书先送来，我国务院跟国会还要做审查，才会有发价书哎。等到排到你的时候，说我要卖给你，说啊我要先问一下我的立法院，人家说你下一个吧，你下次再来吧。都重新再来过了，等于就不卖你了。所以国民党其实是用他们这个3800亿加 N 是0来去挡这个1.25兆的军购嘛。不要再给我推说美方已经协调过了，美方谁能够代表美方？除了川普之外，国务院跟 AIT 就是代表美方。AIT 跟国务院都很明确的讲，他们支持行政院的1.25兆的军购条例。那国民党直接讲啊，这美方的态度明确。如果明确，你加上8700亿啊 ，N 就是8700亿啊，为什么国民党不敢加这8700亿，把 N 直接告诉国人，到底国民党的版本到底多少钱？你还要加一个 N？一善刚那个举球票例子很容易懂，但我相信不会有球迷会释出球票了，好不好？大家一定还是希望明天看着我们的球队希望能够赢日本，好不好 ？OK， 来，建议你要很简单补什么？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党现在当赵少康开的这个记者会，找了一些所谓的填共黑历史的一些将军们出来讲话。那我什么不如说补助健保费等等。台湾的总统很容易要被杀掉的话很容易。其实我应该是讲说，国民党现在很明确的，第一个
郑丽文的3500亿加 N， 这是他们一个想法。但是他没有办法凌驾立法院的多种想法。第一个，韩国瑜跟卢秀燕今天宴请这些立委，在里面有些人不敢大鸣大放，他们又是一种想法。那你再讲回来，徐巧芯也讲说尊重党中央，其实这5个字是蛮心酸的。因为他们是讲说，党中央包括立委的个别一些版本，都会有经过充分的一些沟通啊，什么什么。然后对，徐巧芯就是尊重党的意思，就是说，好了，你说的算了。那第3个就是王宏威，他也就讲说，刚才我也提过，他讲过说，这党中央打通电话很难吗？其实某部分包含他们有一些青壮派的那个立委们，他们也知道说，其实国防这种东西挡下去，第一，对国民党整个年底可能不见得加分；第二个，跟民意之间有点背离。第3，我应该是讲说，他们目的里面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党中央现在夹到的党中央，我是郑丽文，我说了算。到底他的目的为什么要3500加，而且要强制要用这种方式来延宕这个所谓的审查等等？我倒觉得啦，国民党。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他们自己本身里面内部矛盾非常多。但我提醒所有的好朋友、观众朋友，国民党他们想不想过？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版本这么多。这肯定要问国民党每个人内心中，到底你们对台湾的重视度到哪里 ？OK， 杨敏，好了，你说政党如果说是执政党，然后因为赖清德总统也兼民进党党主席，可能各方资源也多啦，什么什么，对于所有的党团的控制啦，也许会比较强势一点。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我不知道你自己，因为你一定会跟很多包括国民党委员私下也会聊到这些事情。那赵刚有来宾讲说，国民党等于现在这个3800亿加 N 是弃守了这个战场了吗？就直接放掉了吗？第二个是国民党真的有委员很不满像党中央像这样一些案子吗？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国民党中央对于党立委啦或所有这些的影响力或控制力有这么大吗？这个确实是比较罕见啦。对啊，这一次的状况比较特别，是说很少，比如说如果你讲说党团跟党中央要有沟通的管道，或者说用沟通的方式来产生一个共识版，那你党中央在这个党团会议前先开一个记者会，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版本我是3800亿加，就我们就是3500亿了，对，就是这样了。那只是说原则是未来如果美国有发价书的，我们可以接受。好，那你党团能不买单吗？就党中央好像已经把底线告诉你了。那我觉得现在对很多国民党立委来讲啦，他们多半叫敢怒不敢言。为什么？为什么？第一个，反正今年不是立委选举，罢免也过了，对这些立委来讲，你郑丽文你要搞年底的选举，你自己一个人扛。OK， 对，就是说，如果真的选很不如愿，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就个人造业，个人担，包括美国那边的压力。那你既然都有传言说什么叫美国来跟我谈，好，那就让美国去跟你谈嘛。那就这些立委已经苦口婆心，能劝能讲的都讲了，但至少多了一个加 N 啦，他不会是只有这一次的所谓111亿美金，3000多亿。但是就一再讲，下次就有一个新的条例出来，那就是要看美国的进度了。好，那当然现在整个国际形势也让这个后面的部分多了很多变数，所以现在国民党立委相对来说，既然党中央愿意可以有一个加 N， 这个弹性出来了，他们就不用坚持说什么几千亿规模的问题，因为你与其去跟党中央对抗那你不如在这个时候就做个球，那反正你这个弹性要到了。只是我听到的版本是说，今天因为很多的立委是今天才看到国民党中央那个热腾腾的版本出来了，他们看到之后，其实有一些是觉得，因为党中央都跟他们讲说是很专业的人士这个专家学者啊，什么样去演拟出来的版本，那他们看到是说有一些连文字的，就说比如说法律条文后面会有一个那个法律说明嘛，对啊，连前面的条文跟后面的说明都文不对题。就是比如说前面讲的是检修，后面他讲的是采购，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好像应该要重新会诊一下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他们党团为什么后来还有做一些微调，所以就是说最后的版本还是要由党团来去做一个确认了。那最后我还要补充一个就是说郑丽文这个强势的风格，即便有一点类似2012年的马英九，当时的正所税，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话，那时候马前总统又是党主席又是总统，对，力推正所税复征。那个时候党团那时候国民党在立法院多数，
他们在程序委员会都挡啊，挡自己的，对啊，他造反了，然后党团自主到去跟马前总统造反呐，然后跟党主席造反呐，然后呢，搞到那个马英九要在不管是脸书，不管是他们中常会，会后还要发表特别声明说我们要为了什么赋税公平。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2015年立法院把正所税再次这个消灭掉，又不征了，好，然后甚至朱立伦2015年当时要选总统的时候。他说马前总统的3大错误，其中一个就是复征正所税。那现在看起来似乎这个有一点，这个党中央跟立法院的这个模式有一点像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了，就是党中央很硬，那立委如果不愿意扛，那最后反正倒霉的是整个国民党那你郑立文要扛的话，那我说现在就有这个氛围出来了。OK，但我想对国防部来讲的话，国防部一定念之在就不管你们大家各政党怎么样，你好歹让我花了这么多，因为今天有媒体在专访国民党的包括国防部的一些的官员，他告诉你说，我们那个1.25兆或你说8年或什么，我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嘛，我也跟美国沟通了非常久，然后甚或大家在关心一个。那个发价书3月15号那2份，那怎么样？3月15号发价书怎么办？这个任俊哥是访那个孙立方将军啊，还有战龟司司长啊。这个在过往我们实在有接触国军的人都很难想象，就是国军发言人和战龟司司长接受网络媒体的访问，是不是已经讲难听点，是不是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人要听他们讲什么。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国军那边表示说，他们一直有尝试跟立委沟通，也有很多立委跟他沟通，像陈永康将军的委员他也有这个沟通过。陈永康是表达支持的1.25兆的就是可是重点在于这里出现一些资讯上面的矛盾。陈永康将军的意思是说，党中央没有跟他沟通过。我们听到的消息是，甚至是党中央拒见陈永康。没有每个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都找来问了，但没有见陈永康。可是呢，今天党中央放出来的消息是，所有的委员都已经有充分的沟通了，包括陈永康委员。话对不起来，到底这个沟通是什么样的形式？是我告知你，就像现在党中央和委员沟通的形式，我告诉你我的版本长这样，历史一直沟通，是这样的沟通吗？如果是这样的沟通，我们立刻就要问：实质在投票的时候，你要用党纪去压这些人吗？他会服气吗？因为今天你看徐巧芯出来在电梯厅的那个表情，他的态度就是党中央都已经讲了。会不会自提版本党中央已经提版本了。我们昨天都还在问徐巧芯今天会不会多提一个自己的版本送进去，但经过了沟通之后，似乎连徐巧芯都觉得就累够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要问的是国民党他提的这个版本，第一个会不会重蹈黄国昌版本？提出来的时候，哇，英姿飒爽，第2天开始被大家骂到飞天，等到正式文字，明天丑媳妇一定要见公婆，要大院会要过嘛，让他复委嘛。你这个条文如果拿出来是不能看的，怎么办？大家一样把你骂爆你跟黄国昌写的一样毛毛的。大家军方也在问黄国昌这个版本到底是怎么样出来那同样的，大家也会去问你国民党版本怎么出来？你智库到底有谁？你的 think tank 只有 tank 没有 think 吗？好，再来就是3月15号这个发价书，当然这个徐巧芯建议说，你去问一下嘛，问人家可不可以延一下。但是问了没消息，美国根本不理你哪有延一下？你说延一下就延一下，你当美国不够忙吗？徐巧芯建议说，你去问一下嘛，问人家可不可以延一下。但是问了没消息，美国根本不理你哪有延一下？你说延一下就延一下，你当美国不够忙吗？美国现在还有个对等关税、对等贸易协定，一堆的东西都要重新厘清。他虽然不是同一个单位，他哪有美国时间针对你这个？虽然他是美国人，但没有美国时间去针对你的东西去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的格局就是3月11号大家必须要回来开会，委员会开始重新，因为3月6号复委之后，委员会回来，召委会选出来。那新的主事者，特别是大家注意，国民党会不会党中央安插人进国防外交委员会去执行党中央的意志？
这种意志就算在委员会出来，他进到院会能不能有压制力？这些委员，特别是民选的地方的区域委员，愿不愿意拿自己的政治生涯来担保？会不会在投票的时候出现意外？我觉得后面的话都还很多。OK， 当然呢，大家会关心的是，刚刚这些所有的议题，包括现在美国跟伊朗所有这些，那接下来大家会看，那对于洞见观瞻的，譬如说像川习会，小玉可不可以问一下？川习会大家都知道是3月下旬到4月初嘛，那当然你说这次因为美伊之间这样的一个战争，会不会有要延期或者取消，大家还在观察。但政习会呢？因为今天不是传出来说政习会好了，3月没有政习会，然后讲说是不是要在清明左右？可是你照那个时间算，川习会如果不改，然后马上就来一个政习会，习大大是真的很闲吗？他就真的跟你们这样聊吗？真的会是这样吗？而且国民党今天有出来讲，谁告诉你们3月有政习会的？从来也没有在3月啊，本来就是在那，是吗？当然了，就是说国民党还是希望，就是说上半年他没有从来没有讲时程，他只有说上半年就是那个什么政习会一定会成型嘛。不过以现在这个以现在习近平来讲，他有除了2会之外，他3月31号到4月2号，如果还没有喊卡的话，那川习会就是在331到4月2号登场嘛。哈，那就是说坦白讲，就是大家现在的看法是说川习会应该还是会如期进行。如果说要喊卡的话，应该早几天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就应该要喊卡嘛，至少你帮领的2个小弟出气。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对于习近平他心心念念想的还是等于说中国的一个经济嘛，因为这次川习会最主要的几个议题，第一个一定就是那个关税大战嘛，他希望能够关税是不是来休兵啊？至少你不要45%，不要35%，不要这么多啊哈。那再来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取消这个晶片还有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出口的一个限制？那第三个啦，就有些人也在观察说，是不是包括对台的这个军售案也会浮上这个川习会谈判的一个台面嘛？那所以啦，就是说以中国以习近平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利益摆在前面的话，他怎么可能会放弃川习会就是说这个2个人可以直接谈判的一个空间嘛？所以我觉得川习会还是会这个照常的进行啊。那你说现在又有中国自己本身又有2会，然后又有川习会，他现在怎么可能会有时间去顾到政习会？对，所以就说现在。现在什么又把时间延期嘛？什么已经本来3月多，现在说要清明节后面，好，先说是这个什么国父诞辰啊，然后又搞到什么清明节。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一厢情愿在喊话啦，就是国民党一直释出这个讯息。可是我最后还是奉劝啦，你做了这么多，又奉劝了。对啊，就是你做了这么多，然后就是我觉得军购案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国民党我也赞成嘛，他们其实现在没有什么主流跟非主流，其实就是要选跟不选的一个差别嘛。你要选的，譬如说像卢秀燕啊，好像这些他们就会很紧张。我觉得甚至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就对江启臣很不满嘛，因为江启臣看起你刚刚不是有讲到说，我刚刚有看到最新的那个这个国民党的那个最新的那个立法院的那个版本出来了啦。其实他名单没有动，除了那个江启臣从国防外交委员会移出来之外，其他都没有动。反倒是民进党把王义川摆到国防外交委员会去了，这个是今天比较新的啦哈。那大家就有人都在骂，就说江启臣你最没有尬值了，就说你现在你要选的嘛，你应该要直接跳出来我是长期的外交国防的这个专业我应该直接就跟这个党中央讲说，我就是要守住8000亿、9000亿的一个底线啊。但是江启臣可能也是在怕说党中央冲康他啊，党中央现在就已经冲康你了啊，你还怕什么？你不这样子跟党中央硬起来，党中央现在也在冲康你啊，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从江启臣以将你还这么软，就现在你说有人要带头起来，其实更难听一点啊，你。包括当时大家你说民进党还有人就是蔡其昌还出来对抗那个，不是说对抗啦，就是至少跟柯总召在那边对打。你现在没有一个人出来挑战副总召，你就是说你说这些立委被吃得死死的，都是刚好而已啦。来，明姐简单回应一下政协会。不然他见缝插针啊！如果照这立场，国民党就以后就听那个蔡其昌指挥，就加入民党团就好了，就支持1.25兆啊！不要那嘛，就业公会怎么样那嘛？所以我刚刚讲民调在那里45%跟44%，为什么超过反对1.25兆的还是居多？在于说，这个案子在空白授权的部分，还是有人民间还是有意见啦。所以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些立委，你不要讲说青壮派全部都支持多少，有一些人认为说军购会不会有排挤效果，还是在
在乎这个啊。好，那接下来呢，那是邱小玉最关心的一个议题，就326，现在已经3月了，326，柯文哲宣判日子很快就来，一战是念一段给你听。柯文哲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他曾经问过他的律师，到底对这个案子有没有信心，结果每个律师都说没有，他们都当过检察官跟法官，直说这就是政治案件。至于他自己的态度，柯文哲说他也很想知道到底法官要怎么判，事情真相他很清楚，但是没有证据，也被关了1年。他常开玩笑说，岳飞不是第一个，他自己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只是说台湾民主化30年，怎么会这样？他是岳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岳飞了哈，扯到岳飞去了。他说以前都自称皇上啊，对啊，现在变成岳飞啊，可能降级了啊，所以还是劝你把他当回皇上去啊。我要讲是柯文哲跟律师的那一段对话，律师没有信心，律师是看证据的，五哥在这边嘛。证据如果越充分，你无罪，律师当然会有信心嘛。证据如果不充分，或者是证据显示你有罪，律师当然很难在法庭里面帮你辩护嘛，甚至都会劝你说要不要认罪协商啊，关少一点。这些是律师在法律上面的见解，所以律师一定是针对柯文哲案里面他的证据充不充分来对于信心来做表达嘛。但是柯文哲就会讲说，因为是政治案件。那他另外还讲政治案件，就是你看那个地方法院啊，说是庭审要尊重庭审制度，分审制度。我直接讲啊，如果没有分审制度，你柯文哲如果你不尊重的话，你不要上诉啊。不是每一个不管是检察官或者是所谓的被告律师都可以提出上诉吗？这就是分层庭审的制度嘛，庭审的分层制度啊。所以柯文哲你不要把所谓的庭审的分层制度也当成是政治在操弄，说上面的有交代。地院上面的说高院，高院发回地院，你律师不爽，你还是可以上诉，继续上诉。你为什么不做？你可以做啊，你也可以在326你不爽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上诉啊。如果你不尊重庭审制度，你干脆不要上诉好了，一审决定啊，决生死啊，直接侦结，马上可以抓去关，就这样子啊。你如果不尊重台湾的司法，你未来如何用台湾的司法制度去伸张你的权益嘛？所以柯文哲现在都已经不是在针对他的实质问题，因为实质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嘛，包含自己都说金华城如果违法，但是我也没碰过。那6个章谁盖的？这个叫证据哦。那6个章从陈情发包陈情研议到最后的图审的时候，你盖了6个章，这些章谁盖的？没有人逼着你去盖啊。苗博雅劝你不要弄啊，不要给金华城，你那时候还可以做，就说那我算了啊，那我就叫你那个督发局啊，不要再用这个案了。你为什么那时候不听？难道说人家逼你去给人家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吗？难道说人家逼你去给人家金华城的这个容积率吗？这个是图例就已经非常清楚嘛。更何况所有 Excel 档上面写的钱，给钱的也承认有给，收钱也承认有收，但是给钱的人说我要捐给党部，党部说他没收到，那钱呢？柯文哲要不要出来讲清楚？你都不针对事实来做说明，都针对所谓的程序上面，不管是检察官，好了，你也可以针对程序说你对他有疑虑嘛，所以你对林俊元检察官去做了6点的那个那个检举 ，OK， 那个可能对你2审、3审在程序审上面会有帮助会不会发回更审不知道，但是重点是你只对程序问题，为什么他只对程序问题？因为他还是要否定整个司法的程序跟正当性嘛，他不敢去讲他事实的问题嘛，而他用这个不只是对他的所谓未来2审、3审他的上诉上面他的策略之外，更重要的是年底选举，他还是要主打司法不公这一题。我简单补充一下就好啊，就说这个柯文哲的专访跟我最近听到的他的动向有点不谋而合啦。就说柯文哲本来这个在年初的时候还是有点寄望，就是民进党，他一直觉得民进党就是介入司法啦，这就是政治迫害啦，这样他就一直还寄望这个民进党这边可以放他一马，所以他才会讲说来谈啊什么什么的就赖清德一念之间啊。可是你看他昨天的这个专访，他就直接讲了，这个连律师都说你怎么可能没罪，而且看起来会重判，所以听说他现在把战线延长到2028，干脆就是直接跟国民党合作了。那如果国民党2028可以取得大位的话，是不是2审就又可以逆转，或者是甚至就是说
讲特色太早了啦，就他现在就是又把希望就寄在国民党身上。OK， 现场2位台北市议员，来建议你怎么解读？就算金华城案违法，我也没碰。其实柯文哲，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他现在所出来，昨天开的记者会，跟以前所讲的有哪一个地方不一样？我不认为没有，我们不认为会不一样。从头到尾就是消毒，然后降低伤害，然后卸责，把它导向政治案件。我只能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为什么求处28年6个月？原因是什么？第一个，饭后态度不好啊，这检察官加重求处嘛。第二个，他还有一个所谓的图利、公益侵占、背信、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等这么多案子。所以柯文哲今天如果不这样子做，他未来没有办法去说服他的小党。我再讲一个，他还有加码，他直接讲说，本来在总统大选前你们就要动他了，后来是因为他的票太高了，所以呢选完以后再继续动他。我觉得他跟黄国昌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被迫害妄想症非常重。为什么？看着监视器的赖清德在盯着我。我这种话都讲错，我相信台湾现在所有的民众资讯这么发达的前提之下，大家看待这个司法，或许有人期待柯文哲真的是无罪的，但是有些人也是看证据说话。一个律师绝对不会说，尤其当过检察官跟法官的，他能说是政治案件吗？那我个人认为这是柯文哲的一贯说法，无非是要说服小草。一旦我真的被判到一个超过10年或不超过10年的前提之下，那我还有一个说服的能力。但整个讲回来，我比较支持明玉刚才所说的，他无非是把战场拉到2028。假设我没有超过10年，那我可以参选，国民党怎么谈？假设我超过10年，那我现在跟国民党来讲，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在2审的时候，等问题，甚至于所谓有些人在网络上说的什么假设特赦，但前提必须你是认罪才有所谓的假设嘛。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讲一句话，柯文哲只是在消毒。降低小草对他的不信任度，再来就是他怕这个最后面真的判决的一个结果不如他预期的话，他要如何自圆其说？所以必须要先引一个药引在这里，未来自圆其说的机会、跟方向、跟动机、跟结果，才有办法圆回来。明姐，你们现在因为刚才小玉已经拉到2028了，所以柯文哲的动向，包括判的是10年上下，那大概都会跟蓝白合之间，或是跟国民党未来2028总统大选会有关系吗？一定会有联动嘛，就说如果10年以上，那他对于那个他可能没办法参选，是啊，没办法参选2008的门票就拿不到嘛。那接下来就说，我觉得当然你现在是看到2028，可是在眼前的年底这一关怎么过啊？柯文哲不论是当然。3月28官司即将宣判，会有受到冲击。假设说现在预期的，包括当过检察官吴宗宪讲说不会到10年以下。那10年以下的话，那当然他可以拿到门票，那可以轻判的话，那这一部分官司一定会影响到后续的影响，就怕他后续到底要不要站台，然后能不能取得总统大选的门票，这是一回事。可是对于说这是线上选举是眼前的这个关卡，他讲清楚很清楚的脉络啊，不要像小玉讲的说啊，期待蓝白合未来说过的话，然后夺回执政权，2028再来特赦，我觉得这个有点推得太遥远了啦。后续的影响，就怕他后续到底要不要站台，然后能不能取得总统大选的门票，这是一回事。可是对于说这是线上选举是眼前的这个关卡，他讲清楚很清楚的脉络啊，不要像小玉讲的说啊，期待蓝白合未来说过的话，然后夺回执政权，2028再来特赦，我觉得这个有点推得太遥远了啦，这有点《三国演义》。你一直觉得政治可以影响司法，可是我觉得大方向是这样子啦，他那个。柯文哲昨天讲了，今天讲得很清楚嘛，就说在县市长选举尽量合作，那个在议员的部分就是各自努力嘛。那蓝白的部分313也要公布那个就说共同政见，还是要回到民生议题啦。虽然刚刚讲了很多军事，讲到很多棒球，可是关键老实讲，你说建议委安议员，我们来跑元宵的时候，老实讲我跑元宵跑了那么多场，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然后会考我的民党会考我的，之前总预算会有。
在过年前我发春联的时候，有人说啊，你总预算没有过啊，你助理怎么领得到钱？我就不能解释，我就知道那一些在 K 我的。然后很多关心的问的说，哎，营养午餐是怎么免费的会怎么样？还有包括那个提早1个小时下班的那个，他们会问我，你知道吗？可是对军购到现在没有人问过我。可是蓝白合作最后公布的政见，还是会回归到民生议题啦。OK， 来杨明，简单判断一下，你觉得未来的326宣判对于未来柯文哲的动向跟蓝白合之间的影响？因为它会是一个很关键的关卡。第一个，当然我认为如果不管判刑，不管判多重多轻，等于说柯文哲他现在是在铺陈，就是说这是一个政治案件。所以不管今天多重多轻，他都要把它营造成这样他的能量可以继续，就政治能量可以继续来酝酿那第二个，当然如果今天接触到那个10年那条线，就贪污，而且是10年这条线一审有罪，对柯文哲来讲是那个叫重伤因为他的这个未来政治的未来就会暂时中断，就他没有办法再去铺成什么2028啊，什么参选任何公职，他都会中断。所以这个对他个人来讲，他期待的可能就是，即便有罪，也不要到10年。这个对他来讲是可能政治两人继续蓄积的一个关键。可是如果重判到10年以上，那会不会其实民众党的人更生气？这个我更要出来教训这个我知道，这很难说，因为连柯文哲自己都一直在强调嘛，他最近每一次的这个上媒体访问，他几乎都会谈到这一点，就是说，他说大罢免就是因为对检察官、对司法的不满。所以我想这个关卡对柯文哲、对民众党，乃至于对蓝白合，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很关键的变数。OK， 来伟航，最后一分钟问一下，柯文哲说是岳飞嘛，对不对？讲白了就意思就是莫须有。是对，就是这样。他从头到尾就是被，然后包括连选总统票太高，全部都拉出来了。对，我觉得现在岳飞他首先要检查身上，我们精忠报国啊。但我们收敛一下，柯文哲抛这个球出来，他期待什么回应啊？他期待抛这个东西，有人会理他。为什么？他知道第一，大家关切的军购，再来就是对等贸易协定嘛，不然就是棒球嘛。谁会来看看他这个可怜的老头326要宣判呢？显然国家的主轴都不在他身上。但是他抛出去有没有正面回应？有啊，吴宗宪不就给了吗？如果是他10年以下，这个就是柯文哲要的东西。他要确定现在还有谁在意他。第二，谁会救他？如果民进党都完全不理他，有些人，比如说郑丽文都放推啊。如果326出来，他要再次喊清清白白的时候，场外没人，只有民众党自己候选人的时候，这对柯文哲来说是一件好事吗？绝对不是好事。他期待的是国民党的候选人也会站在那边跟他一起清清白白。所以柯文哲出的这个考题绝对不是给民进党，民进党才不会理他，甚至也不是给民众党，因为民众党一定会理他。关键就在于国民党到底有谁会出来理他，会出来尝试帮这个岳飞在皇上面前、在大众面前讲几句好话，尊重岳飞，好不好？OK， 对，那326到底会怎么判？那大家都会瞩目这一点。那当然，美伊之间的战争，那会持续多久？中间还会不会影响到全球？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包括我们的天然气啦，所有这些。那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希望所有的全国的观众朋友帮我们的球队加油。在明天我们棒球队在日本的比赛对日本内战，那希望能够旗开得胜。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